来。密集收兵。驾！战无不胜的钟离春也不过如此嘛。不过长相倒是名副其实，笨的天下无双啊！禀大王，前方捷报，齐军已被我侍北将军打得落花流水，节节败退。好啊！瞧见没有，寡人说的对不对？丞相是不是料事如神？这些呀，都是大王眼光好，信任子之大人，重用子之大人的结果。大王，众大臣之前只是对子之的实力不了解，如今想必不会再有人出声反对了吧？大王英明，丞相英明。是丞相英明，大王英明，丞相英明，大王英明。哎，是丞相英明。父王，请不要相信这个无知小人，他表面大公无私，私下无恶不作。您要是把王位传给他，成何体统？我们燕国迟早要亡国呀！父王，相信我。相信你什么？逆子！寡人怎么会生出来你这么心胸狭隘之人？好好看看子之，子之丞相为国为民啊，他为国操劳的都两鬓斑白了，寡人心疼啊。况且子之丞相与诸位爱卿相处融洽，从未有一人妄言子之。那是因为说他坏话的人都已经被他给杀了。屁！要不是子之的话，你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呢。如果我是他放出来的，那你现在就把我关回牢里去吧。你这个混账！太子，您真的辜负了大王对您的一片厚爱，也辜负了子之大人对您的一片赤诚之心啊！父王，您是被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魂魄吗？您是被子之这个老匹夫给蒙蔽了吗？说谁狐狸精？说谁老匹夫？你这个逆子！寡人现在就告诉你，子之丞相心系百姓，做丞相以来所缴纳的税赋是往年的10倍有余，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盛况。那是他苛捐杂税，胡乱立项，我们燕国的百姓已经被他搞得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啊！父王，逆子！寡人本想将王位传于你，让子之好好辅佐你，让你成为一代明君。而你呢，你太让寡人寒心了。你只知道嫉妒子之，子之的才华就让你如此嫉妒吗？还有你那个姐姐，你那个无脑的姐姐，你们俩联合起来想要害子之。要不是子之求情的话，我早就一刀砍了你1位忠臣。父王，你真是糊涂啊！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啊！太子殿下只是年轻气盛，一时激愤，假以时日，臣的一片忠心，他会感受到的。大王您看看，太子都这么说子之大人了，子之大人还这般的护着太子，太子爷，您别不识好歹啊！呸！狐狸精！
大王，我如此好心相劝，父王，太子竟对我这般无礼，您倒是管是不管啊？哎呀，太子殿下，您怎么生我的气都可以，怎么可以对自己父王的爱妃如此无礼？你这是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父王，父王，您听我说。大王息怒，来人，快把太子请过去。父王，走！父王，不要相信这个无耻之徒！我把他消气啊！打入大牢！大王息怒啊！大王，您消消气，太子的事情就交给子之大人去做吧。这守城的临危不乱，是个人才。干娘，你咋老夸别人呢？是啊，姐姐，咱们刚吃了败仗，您还没说什么原因就夸别人。娘娘，您这会不会是太久没打仗？怎么说话呢？我姐姐可是神仙下凡，岂会被侍卫这种小小的看门官打败？放心吧，有我钟离春在，定保你们燕国无虞。子迟，你个老匹夫，还我弟弟命来！不许出战！姐姐，他们杀了我弟弟呀！那也不许出战！哎，两位小娘子，你们年纪虽然大一点但是本将军不嫌弃呀，赶紧投降，过来给本将军当丫鬟，伺候本将军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们负隅顽抗，下场就跟这位堂堂的太子爷一样。姐姐，他们杀了我弟弟，我要进去为我弟弟报仇。燕国城池易守难攻，这样冲进去就是白白送死，不许去！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叫你一声姐姐，可是你呢？你为了保留你大齐的军力，而置我弟弟生死于不顾。但我不行，我再叫你一声姐姐，谢谢你千里迢迢前来助阵。但今后，我燕国的奸佞由我燕丹公主一人来承担，跟姐姐跟大齐再无任何瓜葛。燕国的将士们，让我们为了燕国的百姓，死不旋踵，战死沙场！跟我走，撤！干娘，咱们跟他硬拼一拼，也不是说没有胜算。现在硬拼就是送死。坤儿，你跟我打仗这么多年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干娘，闭嘴！既然他不信我，现在留下又有何用？走！撤！将军，他们两人果然被你挑拨离间，闹翻了。如今我们该怎么办？该去收拾燕丹那个小娘子，向子之大人领赏了。众位卿家，现在侍卫将军正在城外与公主丹交战，众位以为如何呀？子之以为呢？大王，侍卫将军现正在城外英勇御敌，您就等着他的好消息吧。好啊！
寡人得你们二位如有神助。大王谬赞。大王，来，再饮一杯。来。撤！撤！撤！你这叛徒，竟敢出城！什么？叛徒？驸马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叛徒呢？我可是和子之丞相一块儿来燕国的，我们是在为燕国效力，而且我们正在抵御齐国。而你们呢？我倒想问问你，我跟他到底谁是叛徒啊？是谁让他国来干涉自己国家内政，来攻打自己国家？你们居心何在啊？要不是你们俩误国，迷惑我父王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会向他国求援吗？我告诉你吧，我们本来是来投奔太子的，可是太子瞧不起我俩，所以我们只好找燕王了。是燕王慧眼识珠，重用我俩。你们看看，现在大燕国不是国库充裕，士气高昂吗？我呸！你和子之狼狈为奸，意图蒙骗我父王，乱我燕国朝纲。我弟弟看出了你们的诡计，你们就把他给杀了。可怜我父王老眼昏花，没有识破你们的诡计。但是等他明白过来，定会将你们杀之而后快。哼，没有钟离春撑腰，我拿下你们还不易如反掌？你放屁！撤！撤！住手！钟离春，姐姐，妹妹，我终于成功的将这贼人从城里引出来了。你和驸马先去旁边休息，看我怎么替你收拾这缩头乌龟。撤！快跑！快！娘娘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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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告大王，侍卫将军在战场上被钟离春斩杀。什么？侍卫将军死了？侍卫将军那么大的块，虎背熊腰，怎么说死就死了？子之，子之，你不是说侍卫将军没有问题吗？为何？
大王，失去侍卫将军，纵然是我燕国的损失，但是我燕国城池稳固，易守难攻。只要您下令严防死守，齐军远道而来，长途奔袭，粮草定有不济之时。没不了多久，他们自会离去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齐国可以从附近收缴粮草。附近收缴？子之大人可有良策？那就让他们无粮草可收。子之的意思是收回来？收回来哪来得及呀？一把火烧掉。臣这就去办。烧掉，烧掉。都搜干净了。是。我的粮食，我的粮食啊！给我！哎呀天哪，这可是我一家的口粮啊！你把它烧了，我们家人吃什么呀，官爷？我们也是奉大王和子之丞相之令，你跟我们哭有什么用？官爷，我求求再说了，这也不止你一家。我们一大家子真的方圆100里的粮食我都要烧掉，不能给大齐留一粒粮食。烧！官爷，哎，官爷啊！干娘，干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可是收不到粮草啊！哎，干娘，你咋知道的？你真神了！风中传来粮草燃烧之味，四处有啼哭，浓烟滚滚。这不是烧粮草是什么？哦，坤儿，只是干娘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燕王做事如此狠辣。为了不让我们大齐补充粮草，竟如此狠心地烧了百姓的口粮，这不是要活活饿死百姓吗？我父王虽然糊涂，但做事不至于狠辣至此。此事多半又是那该死的子之所为。这个子之手段如此狠毒，我们断留不得此人。干娘，咱也攻不进去啊。驸马，守城之人可有你认识的？禀娘娘，倒是有几个将领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燕国的士兵们，好好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看看你们面前站着的、哭的都是什么人？他们是你们的妻子、你们的老父和慈母，还有你们的姑侄、叔伯、兄弟。可是他们现在要死了，要被活活的饿死了，因为你们的大王和丞相不顾惜他们的性命，烧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，要活活的饿死他们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是燕国的好儿郎，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可你们不顾生命所求为何？不就是盼着父母安好，儿女环伺身边吗？可你们的王现在要亲手杀了你们的血亲，这样的人不配你们誓死相随，这样的人不配做你们的王。没错，你们这些蠢货，你们不要相信那个丑八怪的花言巧语，你们被他蒙蔽了。你们当中有齐国的奸细。二娃，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连老子都不认了吗？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娘呢？你娘为了生口粮，给你2个孩子，活活被饿死了。闪开，张统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在迎接我们燕国的百姓进城。你没看到后面的大齐军队吗？杨统领，他们当中有我们的父母妻儿、兄弟姐妹，
你要阻拦他们进城吗？我们要遵守大王命令，关闭城门，严防大齐军队进城。闯关者，杀无赦！杨统领，你难道真的要让我大燕子民自相残杀吗？乡亲们，随我进城！走，上岸！进城！诸位，寡人知道尔等心中所想，但寡人想告知各位，寡人重用子之，无怨无悔。只可惜啊，可惜这帮百姓乱民，他们不懂寡人的良苦用心呐，竟然打开城门，放了那逆女进城，还有我那不成器的，不成器的太子。寡人已丧失人心至此，无颜再苟活于世了。子之，是寡人不好，是寡人对不住你，还请你另谋明君吧。最后，寡人有个请求，帮寡人照顾好爱妃，还有你自己。大王，大王驾崩了！臣辜负了大王，臣有罪呀！子之，把我带走吧。你随我来。大人，燕丹公主和驸马带着齐国兵马快到宫门了，马上就要进来了。随我冲出去！带着他吗？带着一个女人，恐怕我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子之，求你带我走。那又如何？大人，随我杀出去！大人。哎呀，想不到我竟然败在几个娃娃的手里。打不过就打不过，别找客观原因。小人，小人不都是如此嘴脸？子之，是你自作孽不可活，怨不得旁人。你把我封怎么了？公主，真是让臣刮目相看呀！你口中的父王，可是要取你姐弟性命之人。那不还都是被你蛊惑的？你以为那当真都是我的主意吗？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父王对你二人但凡有半点怜爱，怎会下如此杀手？你胡说！公主，别中了他的激将法，他这是怕落入我们手里被折磨，才故意气你，想让你速速了结了他。老匹夫，你把燕国祸害成这样，就这么死了，是不是太便宜你了？啊，公主、驸马，这老匹夫交给你们处置。你们几个还要跟着叛贼一起受死吗？天意呀，天意，众叛亲离。大王，之辈，子之来陪你们了。
吁！坤儿，干娘作为齐国的国母，不方便出现在别国的皇宫之中。你和燕丹公主还有驸马，要尽快攻占皇宫，擒获叛逆，不要留有疑惑，切记不可滥杀无辜。干娘，坤儿明白了。撤！诸位大臣为形势所迫，不得已才屈服于子之之下。本公主心里明白，你们都是燕国的好臣子。如今燕国元气大伤，百废待兴，还望诸位戮力同心，共同恢复我燕国生机。诸位且当各尽职守，各自拟定修补之法，尽速上报。谨遵公主安排。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公主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。我干娘说过，燕国的重担还要由公主来扛。况且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您的弟弟太子平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是二皇子公子直作为质子被滞留在韩国，储君之事，公主还要考虑周全。公主、驸马，薛坤告辞。将军辛苦。女儿啊，这次你可栽大了，还连累我也得回青州。韦文斌这小子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他武功高强，有将帅之才，女儿相信他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赶紧启程去吧。放心，这些御林军都跟随我多年了。我都已经打点好了，待为父回到青州以后，再与你联系，咱们重新做打算。爹爹，这是要女儿去哪儿？我看了一下，这里离楚国不远，你先去楚国吧，去拜见为父的一个老朋友，此人今后对为父必有用处，你去找他，他定会帮你的。爹爹放心，女儿到了楚国，找到韦文斌，定会想办法杀掉齐王。等女儿做了正宫娘娘，您可就是国丈爷了。爹爹，女儿和韦文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女儿啊，你放心的去吧，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。爹爹也保重。今日寡人要让朝阳正院焕然一新。干活是。王公，大王对娘娘真是一往情深呀！我要是娘娘，我早就回心转意了。娘娘对本王心灰意冷，那本王对娘娘就要情深似海；娘娘对本王若即若离，那本王对娘娘就要不离不弃。在这冷宫之中，娘娘生活了这么多年，那本王就要把这冷宫变得春意盎然。大王万寿千秋。
禀大王，娘娘在燕国大捷，大败燕军，使燕国国都归于燕丹公主。哈哈，我就知道，我们齐国兵强马壮，实力雄厚，不出手那叫低调，只要出手，那必定风风火火闯九州。大王，这事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这都是我家娘娘的功劳。怎么能没关系呢？那娘娘是不是寡人的媳妇儿？那寡人作为娘娘后背上的男人，那也有寡人的一份功劳吧？小丁儿在，回头给娘娘办个庆功宴。是。薛坤呢？说吧。禀大王，燕国之战告捷。这是我干娘让我给你送来的信，赶紧拿过来。老严英，看见没有？这娘娘也知道寡人的重要性，肯定是娘娘跟寡人倾诉相思之苦。哼。哎，嗯。反了他了，打了胜仗，竟然就要跟寡人和离。老严英，这就是你护着的好娘娘，寡人还想给她办庆功宴呢。她倒好，直接一封休书把寡人给休了，骄傲了，自满了，娘娘的灵魂搁浅了。大王，看来我家娘娘这是铁了心了，膨胀了，放浪了。娘娘是打算把寡人彻底遗忘了。我大齐将要失去顶梁柱啊！大王也失去了可心人。娘娘的定齐大刀再也保佑不了我大齐了。大王，好自为之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你们这是咒我，还是咒娘娘，还是咒我齐国？我就不明白，寡人哪儿做的不好，就让他离家出走，放任自流吗？大王，这是娘娘临行前给臣留的信。娘娘还给你写封信，这么曲折迂回吗？怎么了？还2封休书啊？怕修不干净？大王就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想不想听我说正事儿？你说。娘娘在信中说，让我认郑娘娘做干女儿。她不在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是欺负郑娘娘，让我来保护她。什么叫娘娘不在的时候？还有，寡人什么时候欺负过郑娘娘？那娘娘告诉我，西宫娘娘只能看，不能碰。那寡人也做到了。那你看她呢？我是言而有信，她是言而无信呢。我做到了，她也没回来。看来大王的智商也真是堪忧了。其实娘娘早有打算，帮了燕丹公主之后就没想再回来，要不然怎么会把休书和打胜仗的消息一起传回来呢？感谢娘娘答应去帮我燕国铲除奸佞，平息叛乱。不必客气，我也是为了我的燕丹妹妹，而且我也打算好了，此次平息战乱之后，我就回我的老家隐居山林，不再管这朝堂国事了。好，干娘，你不回来，我也不用回来了。坤儿誓死效忠守护的可是干娘你啊！坤儿，哎，你答应过干娘要誓死守卫大齐的，你想说话不算话？干娘，坤儿，大齐还需要你这样的勇士，你不可言而无信。等到日后燕国平息叛乱之日，你就带着军队回大齐，我们在苍山分别。是。
大王，齐国灵花公主、驸马魏文斌和一位术士求见，说有礼送与大王。寡人自编的舞蹈如何？甚是壮观。听到了，齐国的公主和驸马还有一个术士要来见我，宣他们进来吧。是。我说田兄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帮我出个主意呗。这可咋办？我干娘这次是真下定决心不回来了，把我自己撂在这儿了。薛将军，别着急，我觉得最应该着急的不是你，是大王。他要是不把娘娘找回来，燕大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说你们老田家为什么你个子最矮呀？原来个头都被心眼追住了。薛将军你先忙，我去找燕大人商量对策。谢田兄。走。大王，是我。啊，你们俩在这儿杵着干什么呢？我发现大王接到娘娘的和离书之后，老是无精打采，是不是想娘娘了？冥思苦想，我们想了个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啊，那你不早说。只是我就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啊。寡人现在都已经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老晏婴，啊，你就别跟本王玩这出妙计在心口难开的事儿了，好不好？你是打算引蛇出洞，还是欲擒故纵啊？娘娘不都给你写信了吗？那你说的办法，没准它就管用。说。是。娘娘为人仗义，虽说解了燕国之围，但是燕国的大王和王子都死了，王位空悬。大王要是能帮燕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娘娘对大王的态度会有所改观呐。哦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燕国不是没有大王吗？啊，寡人可以去当。诚然，寡人一个人当2个国家的大王，那必定是日理万机、殚精竭虑、辛苦异常。但是能者多劳嘛。哎呀，我的王兄啊，燕大人的意思是让您帮燕国，不是占领燕国。你们以为寡人愿意受这份罪啊？那不是老晏婴说的，解决了这道题，娘娘就能回心转意吗？那题解决了，你们又不乐意。不是这个，你看啊，燕国的2王子公子直被当作质子质押在韩国，大王若是能想办法把他救回来，娘娘势必会对大王刮目相看。救人啊，那这是另外一道题了。哦，老狐狸啊，不对，狐狸精。寡人好好想一想。大王，这一位是齐国的灵花公主，这一位是驸马魏文斌，旁边这位是全能道长。参见楚王。免礼了。灵花公主对吧？正是。大老远从齐国跑到楚国，齐国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大王，这事儿说起来实在是一言难尽啊。要不让我的夫君魏文斌跟您细细道来吧。魏文斌将军，听说是齐王身边的战殿将军和驸马，你是
千里跋涉来到我楚国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叛国！你可知我跟齐王的关系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送给齐王呢？大王英明。楚王殿下认为，我魏文斌是薄情寡义、不忠不义的小人。目前看来确实如此。忠臣不是二主，但良禽择木而栖。生逢乱世，魏文斌非一国之民，而是天下之民。魏文斌所图，非一国之安稳，而是天下之安稳。无奈所到之处，所遇之亡，全都鼠目寸光。到头来，我竟落得个被编排为小人的下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骂寡人鼠目寸光？末将不敢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你这个死胖子，喜从何来啊？贫道全能道长跟魏文斌是多年的好友，也是老齐王派往东山岛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术士。啊，东山岛可曾有收获呀？为何不回齐国复命呢？大王，你也晓得，这去往东山岛的路途遥远，缺吃少粮的。我就算是寻到了长生不老药，那要是饿死了，那不也什么都没有了吗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明白了，看你那么胖，一路上肯定没亏嘴儿，全让你给吃了吧？大王，我也是为了生存，迫不得已，所以现在回不去齐国了。但是贫道对去往东山岛的路线铭记于心。如果大王也想长生不老的话，那就是贫道再带人去一趟的事情。如果有魏将军的鼎力相奏，那就是易如反掌，这不就是喜事吗？放屁！你们两个人从齐国跑到楚国，互相吹捧，欺骗寡人，好玩吗？啊！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，大王不晓得贫道没有关系，但是对魏文斌、魏将军应该有所了解。魏文斌将军，我是太了解了，在齐王身边做战殿将军数载，好像没为齐国立过什么奇功吧？是的，大王。那大王就太孤陋寡闻了。大胆！你敢说大王孤陋寡闻？无妨，能当着面骂寡人的，不是傻子就是好汉。且听他怎么说吧。魏文斌，这原本是你的国家，你应该最了解。这场仗，你先来。爹，孩儿。谢楚将军。藩邦小国，胆敢犯我大齐，不自量力！薛坤，别那么多废话。钟离春呢？叫他出来，看我不杀了他！想见我干娘啊？你配吗？薛坤，你当真愿意继续留在齐国？这10来年的巡城官，你还没当够啊？齐王对你干娘无情无义，对你又不肯放心，不给你兵权，你说你还继续留下去干什么？和我一起效忠楚国，楚王必定会重用于你。滚滚滚！怎么着？楚王封你为先锋官，不用站殿了是吧？哈哈哈！薛坤，我好心给你留条活路，你别不知好歹。魏文斌，你这手鼠两端、奸诈无耻之徒，枉我齐王如此信任你，封你为殿前将军，又把玲花王妹许予你。可你呢，私通后妃谋反，勾结楚国伐齐，现在又蛊惑我大齐将军叛国，你这是作死啊！田武，你们齐国是没人了吗？小矮子也上战场了，你就不怕上不去马呀？你长点心吧。
你还有时间跟我这玩言语攻击？你知道你的行径的下场吗？灭门屠族啊，魏文斌！我魏文斌坦坦荡荡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小强，别看这个人身高跟你差不多，待会儿在战场上小心一点。是，爹，孩儿谨记。我说你们几个打仗，废话怎么那么多？齐国的将士们，跟我一起把他们赶出我们齐国的国土。是，撤。不要慌！这什么呀？天武，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起雾了？这是有人施了法术啊！没想到楚国用了如此下三滥的手段。周将军，杀鸡焉用牛刀？先让大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我们再收渔翁之利。卑鄙小人！萧将军，这叫兵不厌诈。切！爹，这个肉包子的法术还真有点效果。什么人？居然敢躲在暗区跟我斗法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人躲在暗区，居然连破我2次法术！干娘，娘娘我怎么来了？在哪儿呢？是啊，凤凰。
啊！爹，怎么办啊？情况不妙，撤！走，快撤！不能撤！楚将军，楚将军，齐国的将士们，冲啊！撤！魏将军，等等我！得势，你神通广大，定能自救，保证。魏，这魏小家，你们先走，我来当后。不行，爹，要撤咱们就一起撤，我绝对不会当逃兵的。众将士听令，根据地形准备设伏。撤！停！薛将军，你是说会有埋伏吗？穷寇莫追。这次他们损失惨重，怕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如若他们不识相，再敢来犯的话，到时候就别怪我不手下留情了。不过楚军这个白衣小将着实不错呀，有勇有谋，长相英俊，还仗义。天武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也是这么夸我的啊？饶是如此，你比他勇猛，你比他爷俩都勇猛。你看你凭一己之力打得楚军落花流水。你别以为你说这些我会高兴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真心夸我。切，看啥呢？你还盯着人家看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小将了？胡闹！我是觉得他眼熟，看着特亲。这么大老远的，你能看出眼熟来？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有点像吗？这小将跟你长得像，你骑着破毛驴，你装什么白马王子？哎，老田，你别说啊，你俩还真挺像的，是吧？啊，你看你俩身高差不多吧？哎，干啥？拿鞭子打人是你老田家的习惯吧？这不识闹！收兵！撤！爹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真的用这里的地形把齐军给喝退了。看来，这齐国的将领也并非无头无脑之人呐。但他们还是没我父帅厉害。撤退！
爹，兵败如此，我有何颜面回楚国？我有何颜面面对大王？还不如以死谢罪！爹，父帅，不可！父帅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是你带我进军营第一天就说的话。你忘了吗？我心目中的父帅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心目中的父帅是胜不骄、败不馁的勇士，我心目中的父帅是绝对不会在绝境之下抛弃万千楚国儿郎不顾的。而且父帅，我们就先不提打不打翻身仗的事儿，你起码也要把这些剩下的士兵带回楚国吧。而且现在也不是父帅你自责的时候，而是我们向他们两个问罪的时候。楚将军，小将军，楚小将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况这次作战都是楚大将军指挥，你怎可把过错都归咎于国师，以此泄愤呢？是谁冒冒失失说要出兵的？我父帅是不是说了按兵不动？你聋吗？小强，不必如此多话。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回去，向大王谢罪吧。楚大将军，哪个说我们失败了吗？再说了，那齐国的伤亡也不比我们少啊。国师，你胡说八道的本事真是越来越高了。你看看我们，现在还剩多少兵马？你看啊！楚大将军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还有别的办法，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临淄城。没事，快，爆炸！你的办法要是不奏效，我第一个就杀了你！我说老田，你说是谁在战场上协助咱们破敌的？我大齐人才济济，有一个两个的高能术士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也是。那你认为会是谁？凭我敏锐的直觉还有精准的洞察力，应该是我干娘，没错。你对你干娘还真是崇拜异常啊！那可不，我薛坤这辈子最敬重的就是我干娘，就是你们大王不知道珍惜。要不是我干娘让我保大齐，我早回我采凤山做我山大王去了。娘娘威武，算你会说话。就，哎，燕丞相，你看，啊，回来了。大王，丞相，薛将军不愧是跟娘娘南征北战多时啊，定是得了娘娘的真传，要不然怎么能轻而易举就解决了我齐国的危机呢？行了，少在这拍马屁，没那么轻而易举。人家楚国那边有人会用幻术。幻术？哎呀，没想到薛将军竟然也会幻术啊！你想什么呢？我哪会这玩意儿？功劳不在我，中间有人帮忙，这才助咱们大齐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。幻术啊，大王，其实这个也不足为奇，我们临淄城里就有这种江湖术士啊。我们齐国也有吗？哎，燕丞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齐国既然有这等奇人异士，那怎么不早跟本王讲呢？本王好出去看一看、逛一逛、学一学。大王万金之躯，还是慎重为妙。臣弟愿带大王前去查看，看看这些奇人异士有没有能为我大齐所用之人。行吧，那你要是不嫌累的话，这事就交给你办吧。这样，薛将军，你们先休整一下。薛将军休整好了之后，赶快来见本王。本王有要事相商。回宫。回宫。
薛坤，你说，在那阵前破了楚国阵法的，不是你干娘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也没见那人长啥样，在哪儿？一定是你干娘，她藏起来了。正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嘛。我跟你说，你呢是娘娘的干儿子，那也算是寡人的干儿子，你可不能阻挡我跟娘娘和好。你就跟本王讲，娘娘到底藏在哪儿？藏哪儿我可不知道，问别人去。不能啊！我整个齐国，属娘娘最生猛，危难之处那都是她先伸手，不会对我齐国见死不救的。现在想起我干娘好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早也没干嘛呀，那以前那都是阴差阳错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上次你从魏文斌手下救了本王，那本王就已经知道你还有娘娘对本王的一片真心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把我干娘关朝阳正院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干娘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吗？要是有一个女人能像我干娘对你一样这么对我，那痴心一片，赴汤蹈火，就算给我生出个石头来，我也拿它当宝贝供着。还生个石头？是，寡人之前是辜负了娘娘对寡人的一片心，可是你干娘的性格呢？那你也知道，要不然什么石头？那我2石头、3石头，那寡人不也生出来了吗？只不过现在和娘娘之间有一道坎儿，这个坎儿啊，就是那个妖怪儿子。可是不管怎么讲，那孩子也算是寡人的骨肉，寡人的难过呀，不比你干娘的少。你当真这么想的？那还有假？娘娘可是我齐国的福星，寡人亲自迎娶的正宫国母娘娘啊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见到我干娘一定告诉她。你看，还是知道你干娘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不说，寡人也能猜出个大概。就是寡人心里苦啊。行了，你这态度端正了，我就跟你多说2句，帮你分析分析。大王，感情这个事儿，它是2个人的，对吧？既然是2个人的呢，那你就不是最苦的那个，因为在这个感情世界里，他最苦的那个永远是爱的最深的，爱的最真的，先爱的那个。薛坤啊，没看出来啊，在情感这一块儿，你懂得不少啊。过奖，小有研究。那怎么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儿呢？寡人多余在这儿跟你浪费口舌，还是想个正经的办法吧。你自己想办法去吧。告辞。道长，你说，战场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完全没有问题吗？那现在呢？你看看，狼狈的跟狗一样。不是，我都没埋怨你，你倒先埋怨起我来了。战场上我叫那么大声你都听不见，我现在搞得连法器都没有嘞。横插一刀，又不现身，也不知道是敌是友。肯定不是友噻，都把我们打成这样了，会不会是钟立春呢？不知道。得到的消息，钟立春不是回老家了，不在临淄城吗？不过我听说钟立春有个师傅叫骊山老母，法力高强，会不会是他？不可能。自从白莲老母死后，骊山老母就从未下过山，出家人不管红尘俗事，应该不是他。那会是谁？要不这样，我先去打听一下这个骊山老母到底有没有出山，你暂且先稳住他们。不管是谁，都别想阻碍我的大业。
副帅，刚刚我看到那个肉包子道长出去了，用不用派人跟一下？不用。他和魏文斌这次战败，势必会心不甘。放心吧，他们不会逃跑的。希望如此。小强，这次咱们回国之后，我们战败的事情，就不要和你娘提起了。知道了，爹。下去吧。娘娘，娘哎，春，我的春，想我田辟疆，披星戴月为你而来。你若一日不原谅寡人，寡人就不走；你若一日不与寡人和好，哪怕天崩地裂，寡人就在这儿守株待兔，不，守株待你。娘娘，你知不知道你离开之后，那楚国又起兵来犯我大齐，带兵的是谁你知道吗？竟然是魏文斌那个王八蛋。你说他这个人竟然没有半点羞耻之心，还结识了个术士。那术士长得跟肉包子似的，不过这肉包子倒会点法术，能呼风唤雨，还能变出个大老虎。娘娘，他那阵法是不是你给破的？肯定是你，娘娘，一定是你暗中在帮我，对不对？大王，大王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，大王，您身上怎么有茅坑的味儿啊？什么鼻子？那是我身上的味儿吗？茅坑在那儿呢，茅坑。我只有站在茅坑和门这条直线上，那娘娘出来才能第一时间看见寡人立于此地。我这正煽情呢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给喊停了，捣什么乱？来来来，哎，你怎么也这么臭啊？还嫌这味儿太淡了，还加麻加辣？嘿，这不是您特意让我准备的娘娘最爱吃的臭豆腐蘸大葱吗？哎呀，差点忘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你最爱吃的大葱就臭豆腐，特别正宗，闻一下。劈头盖脸，茅塞顿开。娘娘，你要不要出来尝尝？没用。大王，您都一天没吃饭了，要不先吃点？那郑娘娘都说了，让寡人用真情实意打动我家娘娘。你是刚说完，我不吃不喝。回头你就诱惑于我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啪啪打脸，谁疼？那娘娘一直不原谅你，你还一直不吃了呀？不吃。那要不这样，月黑风高，反正也没人看见，您就偷偷吃点，点点点。月黑风高啊，没人看见啊。太刺激了！很晚了，别吵了。哎呀，不吃了，扔茅坑里去，玉汤花园室。去。哎，妹子，哥看这次齐王真的是真心实意的，他在咱们家院外可站了大半天了。他毕竟是一国之君，你耍耍脾气就算了。该服软就服软吧，啊！是啊，儿啊，这老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恐怕也没什么人敢娶你了。你们是我的父母兄长吗？你们知不知道女儿我
这些年在齐国王宫，在冷宫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每天残羹冷饭，吃不饱，我还没有自由。而且我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田皮江那个混蛋说要杀了我，说我跟我儿子都是妖怪。你们现在居然让我回到这种人身边是吧？他现在就在外面站了那么一会儿，你们就觉得他真心实意？他要是有真心实意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负心的小人。小妹，皇儿这命咋这么苦呢？在冷宫里待了那么多年，大娘，你咋不跟我说呢？孩子不说，我如何得知啊？哎呀，我这苦命的儿啊！爹娘，你们起这么早啊？姑娘这么早起来了？嗯，女儿，大王好像走了。走了更好。这个负心人，我就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。娘，爹娘，女儿现在是自由身，以后好好孝敬你们。我砍柴去。这个负心人，没良心。春儿，没走，没走。怎么还不走？娘娘，心态放平稳一点。你是不是以为寡人走了，结果我田辟疆没走，打你个措手不及吧？啊，是不是特别开心？开心你个鬼！娘娘，我田辟疆已经对天发誓了，只要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去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，非要把你带回去。没打着。滚！娘娘，田辟疆，你发了那么多誓，哪次兑现了啊？这回我就一定兑现，哪怕穷凶极恶的，也得给你带回宫里去。不是，穷途末路，穷困潦倒，反正哪怕山重水尽疑无路，也要开条路给你带。给我滚！娘娘，滚！春儿，你跟我走吧。滚不完！真是一步一个坎儿，我这命啊，太多舛了。娘娘，等等我！娘娘，等等我！爹，都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按兵不动吗？怕是人心躁动啊。是啊，我们的粮食已经见底了，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况且这个魏文斌又是个齐国人，我怕他会有什么阴谋。这样，小强，派出我们的亲信回国去征集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是，爹。走。